家里如果没有安装宽带，不能上网怎么办？其实呢，只需要一个路由器，给它设置一下，也是可以实现来上网的。其实呢，这种方法也适合外出打工的一些朋友来使用。设置的第一步，我们首先要给路由器先给它通上电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拿出手机，我看一下这个手机啊。我呢现在是蹭别人的网，连上去之后呢，这个网络信号 WiFi 呢它是不是满格的？就这样的话就上网非常的慢。现在呢我们就给它设置一下，设置好之后啊，我们就不需要蹭别人的网了，只要用我们自己家的网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打开手机的设置，然后再打开 WiFi 这里，这个连接着网络后面有一个感叹号，我们把它给点开，这儿有个 WiFi 二维码，把这二维码我们给它点出来。然后我们拿出另外一个手机，打开手机的微信，点开扫一扫，我们把这个二维码给它扫上。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 S 后边，这个是 WiFi 的名称，然后这个 P 后边就是34567890，这个是 WiFi 的密码。我们把这个给它保存起来。好，先截张图保存起来。我们把路由器反过来看一下路由器的无线名称。我们看下这台路由器它的无线名称就是 EEFE。然后呢，我们拿出来手机，打开手机上面 WiFi 这个连接这边，打开之后让它搜索到刚才的那个名称，就是这个 EEFE， 它是默认没有密码的。我们把它给连接上，连接好以后啊，它自己就跳到路由器的管理界面了。到这儿以后，我们设置一下路由器的管理员密码，我们自己设置一个。这个管理员密码它不是 WiFi 的密码。自己设置上，如果设置好以后如果忘了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把路由器恢复出厂，它就没有了。设置好之后点确定，进来后这儿显示跳过万口检测，我们点击它。到这儿呢，我们也不需要设置这些，我们点下一步，然后到这儿是点否。我们给路由器设置一个 WiFi 密码，设置好之后啊，我们自己能记住就行了。我在这里设置8个5吧，设置好之后点确定，路由器设置成功。密码设置好之后啊，这个手机它就和 WiFi 断开线了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，这儿已经加上密码了，我们再给它连接上，输上刚才设置的8个5密码，连上去之后，我们就打开手机的浏览器，在浏览器上面输入路由器的它的这个管理网址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管理页面是 tplojin.cn， 每一款路由器它背面都是有管理页面的。我们在手机的浏览器上面输入它的管理网址，输入好以后啊，我们到这儿选择网页版，进来之后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管理密码，我们给它输上，点确定。进来以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路由器这个下边有个应用管理，我们点开这个应用管理。在这边呢，我们看一下是有个无线桥接，我们点击无线桥接进入。进来之后，我们在这儿选择开始设置。现在正在搜索无线信号，我们看一下搜出来很多无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的手机，就是蹭别人网的这个第一个。然后呢，到这边是显示它的加密形式、信号强度，它这个信号还是比较强的。我们在这个选择这边前边圈这儿画个对勾，画好之后啊，我们在这儿输入刚才手机上的密码。我们看一下这个 P 后边它就是密码，密码是34567890，我们在这儿输入34567890，输好之后我们点下一步，正在连接。设置好以后啊，我们在这儿选择下一步，然后到这儿点完成，路由器就设置好了。我们先让它保存一下，正在保存设置。无线名称就是前面这个名称，然后无线密码就是34567890，它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路由器的无线名称和密码。设置好以后啊，你看一下我们这 WiFi 名称就变了，然后这个信号也变得非常强了，是满格信号。我们给它连接上，输入刚才的密码34567890，加入上了。我们看一下这 WiFi 信号是满格，是比较强的。我们先刷个抖音来测试一下。
看这网速还是挺不错的，非常的流畅。当我们在维修电器的时候，如果发现有击穿短路的元件找不到，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用烧机大法，用这个方法呢，就能快速的找出坏掉的元件。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修一台小米路由器，客户拿过来，他说他家这个路由器呢是指灯也没有了，不开机。然后呢把电源也拿过来了，我们现在给他通上电来看一下，看这个指示灯是不亮的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像这种路由器呢，电源坏的其实是非常多的。我们在维修的时候，首先呢先测量一下，看这个电源上面有没有电压输出，看一下电源有没有坏。这是一个12伏的电源，我们来测量一下，它的电压是12.21，电源没问题，那就是这个路由器的问题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它给拆开。请你不要再来我的梦中，荒芜的心已经寸草不生。你的刀拆开以后，我们先目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主板上面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，并没有发现，是吧？现在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电源给它插上去。插上去之后，我们测量一下，看上面的这2个滤波电容有没有电。电容上是有非常低的电，几乎就是没有。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电源这个插座，看上面有没有电，也是没有的，没有电，看一下，没有电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拽下来，接着再测量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电源线是正常的，12.21伏正常的。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插上去之后，电压反而没有了。像这种情况呢，都是这个主板上面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板子上面有什么元件击穿短路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主要就先检查一下和电源线这儿相连接的这几个大元件，这2个电容，还有这边的贴片电容都要测量一下。我们大概先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这个，先把纹样表调到风鸣档，然后测一下这电容，看听一下，是短路的状态是吧？然后这个电容也是短路的状态，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大的贴片电容也测量一下，也是短路的。看一下这个也是。大电容都是短路的，都是短路，并不是说这些电容都坏了，它估计是有一个坏，所以它会出现就这种直接会出现短路的情况。因为这些电容呢，它都是并联在这个电源上面的，有一个短路，它就会出现这个电源没有电压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像这种总不能一个个的挨着拆下来测试是吧？不过这个方法是太麻烦了。我们在维修电器的过程中，如果遇到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就需要用烧机大法。用这个方法呢，就能快速的找出坏掉的元件。烧机大法呢，就是用一个大功率的12伏电源。我这儿正好有一个5安的电源，如果大家没有这种12伏的电源，用个9伏的也是可以的。最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电流一定让它稍微大一点，因为烧机大法主要就是烧的是电流。然后在这个电源输出这儿接一对鳄鱼夹，然后呢把这电源接在这个电容上面，因为这个电容呢比较容易往上面接线。其实这个接到电源插头上也是一样的，它们2个并联在一起的，所以说接到哪儿都行，都一样。要负极接在负极，正极接在正极，给它加上去。加上去之后，然后就摸一下这些元件，特别是贴片元件，看一下哪个元件特别烫手发烫。经过检查以后啊，发现是这个小的贴片电容特别的烫手。我们呢把这个电容给它拆下来，然后再测量一下。拆这个贴片电容的时候，首先给它上点焊锡，上点焊锡就很容易掉下来。然后呢，咱们接着开始测量一下，看还有没有短路。还是先测量这2个大电容吧，看一下不短路了是吧？这也没有问题，看一切正常是吧？再测量一下电源这儿也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咱们就开始把这个电源给它插上去，来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猫能不能。不是这个路由器能不能开机？好，插上去了，咱们翻过来看一下，指示灯已经亮了是吧？能正常开机了。修一台联想电脑，它的问题呢是不开机。然后呢，给它通上电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点这个开机键，没有任何反应。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也不亮，然后呢，上面的风扇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。像这种情况呢不开机，它分为3种。
一是上面的电源有问题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主板有问题，第三种呢就是上面的开关有问题。这3种呢我们都需要来检查一下。检查方法呢就是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去检查。这个铁盒子呢就是电脑的电源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它，看它有没有问题。首先呢在主板上面这个电源插头我们给它拔下来，然后呢我们仔细看一下上面这个插头，这几条线里面只有一条是绿色的线，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呢给它短接一下这条绿色的线，就是随意啊，就是找一条黑色的线和这条绿色的线给它短接一下，然后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电源坏不坏，用这个方法来判断电源好坏是最简单的，也不需要用腕表。在这儿呢用个镊子或者呢是用个细铁丝都是可以的，就这样给它短接起来。短接起来之后呢，然后看一下电源上面的风扇，已经转动了，看一下是吧？风扇呢是在启动的状态，风扇转呢就说明这个电源它没有坏。接下来呢把这个插头再给它插到主板上去。下一步呢检查一下这个开关，看它坏不坏。其实呢开关坏了以后也会出现这个开机没有任何反应。像品牌机它的开关呢和组装的电脑开关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组装电脑的开关呢就不需要拆开关来检查，只需要呢就在主板的插头这儿找到 PUW12 的2条线就可以检测开关的好坏。像这个品牌机呢这儿也没有标注，然后这些线呢也全都是一样的颜色，黑色的线，所以呢检查的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开关先拿出来检查一下。这儿呢一般呢都是有个卡扣或者是有螺丝，品牌机卡扣其实很多的，把卡扣弄开，然后呢把这个开关给它拽出来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关上面呢是有4条线，其实呢中间的这2条线它只是上面的一个指示灯，然后边上这2条就是开关。咱们还是一样用这个镊子给它短接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这个电脑能不能启动。短接之后呢这个指示灯亮了一下，现在又可以亮了，一直这样亮一下然后灭了，亮一下就灭了，一直这样循环。然后呢再看一下电脑这个主机，这个风扇呢转一下就停了，转一下就停了，看一下一直就这样循环。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发现又多了一个问题，它这个开关坏了，然后给它短接了以后呢开机以后风扇还转下停，像这种情况又是另外一种问题了。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这个主板的问题。然后我仔细观察一下，发现这个内存条好像呢客户自己好像是拆过，拉进去的看一下，这儿呢好像是没有把它按到底。其实如果不按到底的情况下，这也不会出现这风扇转一下就停了。先给电脑断了电，然后呢把这个内存条给它按到底，接着再通电开机，再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开机。还是一样啊，先用镊子给它短接一下。OK， 然后呢看一下电脑风扇还会不会再停。现在好像是一直转没有停。然后在这儿看一下这个指示灯，硬盘的指示灯好像它也闪，是正常的，也可以正常读取。最后呢我就不连接显示器了，大家说这个电脑有没有修好呢？我们在评论区见。原来给打火机加一个铜丝它还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只是认为打火机是用来点火的。但是呢把它绑上一个铜丝，它的使用价值呢立马翻倍。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呢把这个铜丝先用个螺丝刀，然后呢在这头啊拨出线皮的这一头啊，先在螺丝刀上面缠绕几圈，缠绕的时候呢稍微让它紧密一些，大概缠个4圈就可以了。好，缠成这样之后，然后把这个取下来。接下来呢用个钳子给它稍微修复一下，前面这儿也一样，也给它修复一下。然后呢在这个铜丝上面下边这部分啊给它缠点胶带，用这个电工胶带给它缠几圈。
不需要缠得太长，缠这么多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可以给它多缠几层。OK， 我们来看，缠完之后呢，然后把这个胶带给它先拽断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把它绑在打火机这边，还是一样用这个胶带给它绑上。绑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就这个打火机火苗这个地方呢，一定要对准这个铜丝这个位置，这样给它绑牢固了。OK， 绑完几圈之后把多余的这点给它剪掉，这边有点长，稍微去点，这样就制作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打着火来试一下，先给它加热个10几秒钟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用个汉伊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个非常简单又好用的打火机电烙铁就做好了。我们来看，化锡速度也非常快，怎么样然后呢，像家里的充电器啦，或者一些别的电器，上面这个线头断了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焊上去。我们接着使用的时候也是一样先给它加热，热了之后，然后呢就很容易能把这个线给它焊上去。好，加热好之后，然后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，就这么简单就焊上去了，是不是？而且焊的也非常的牢固，怎么样打火机加个铜丝，它的作用是不是非常大？电风扇上的电机该如何接线呢？有些朋友换了电机后呢，这个线发现给弄乱了，不会接了怎么办？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上面这几条线该如何接这个电容，该如何接这个宽板档。首先呢，咱们先看这个电机上面是有5条线，然后呢，这个操作方法非常简单，需要检测一下然后用腕表把它达到2K 的单位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找到上面这几条线，找到这一条黑色的线，这条黑色线呢，它就是电源的输入线，我们先找到它，然后呢，一个标笔连住它，接下来呢就是测量一下另外这4条线，看一下它们的阻值是多少，分别来测量。咱们先来测量这几个一个的来先测量这个白的，我们看现在阻值呢是800多欧，然后呢再测这个蓝的是900多欧，然后再测这个红的700多欧，最后是黄的最大是1400多欧，就是 1.4K， 然后这个黄的呢就是接电容的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电容给它接上，接在这个黑色和黄色这2条线上面。好，接完之后呢，剩下其余这3条线就是它的1、2、3档，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。测量的时候呢还是一样一个标笔接在这个黑色的线上面，它是一个公共线，所以呢测量每一个呢都是要接在这个黑色的上面，然后呢分别测量这3个，先测这个蓝的，这是一个1000欧，然后这个白的900欧，然后红的是不到800欧，这个红色的阻值最小，就说明它是个最快档，这是个3档，我们把这个给它接在这个3上面就可以了，用电烙铁给它焊上，然后上下其余的这2条线，白色的是900欧，蓝色的是1000欧，阻值越大说明它就是越慢，然后这个白色的小是吧，咱们把白色的接在这个2档上面，还是把它焊在这边，焊完以后就剩下这个蓝色了，这个蓝色呢就是1档，把它接在这个1这儿，然后呢就这样就基本差不多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剩下呢就可以接线了。接线的时候呢，先拿出来这个电源线，电源线上面这2条呢，一个接在黑色的这条线上面，接上以后呢，剩下这条电源线把它接在这个开关的这个空档上面，咱们把它焊上。
好，焊上以后啊，就这么简单，接好了。现在呢，咱们通电来测试一下这几个单位都怎么样。先来测试一下这个1档，没问题，可以转；2档也没问题；3档也行。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呢？有不懂的可以在评论区问我，我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用这个蓝牙耳机，我们也可以给它改成是一个蓝牙音响。我们看一下我这个蓝牙耳机，这个用了2年了，这个电池非常的不耐用，充满电以后啊，用个半个小时就没有电了，我也不想给它更换电池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用它来简单的制作成蓝牙音响。它只是电池不耐用了，我们要直接把它扔掉的话有点太可惜。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是一个废物再利用。首先我们把它
就开始，如果想长时间用的话，也可以一直给它充上电，把它的充电器给它插上面就可以了。我们打开手机的蓝牙，连上蓝牙耳机，已经连接上，然后我们放个音乐。OK， 声音已经出来了。长时间听可以给蓝牙耳机给它加上充电器，把充电器给它连上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简单的接2条线就行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。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可以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家里的电饭锅中间这个位置里面有一块特殊的磁铁。我们用打火机给它烤一烤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好用。把它拆下来以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叫做磁缸。磁缸它这个里面是有一块特殊的磁铁，这块磁铁它和普通的磁铁，它的区别不一样之处呢，就是像这种普通的磁铁，如果给它加温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这块磁铁它的磁性就会消失。当温度恢复正常的时候，它这个磁性就没有了，永远就消失了，没有磁性了。而这块这个特殊的磁铁呢，它是温度升高以后呢就没有磁性了，消失磁性了。当温度恢复以后，它的磁性也跟着一块就恢复了。这是它的不同之处。现在呢，咱们就把这个磁缸给它先拆开，看一下它的内部这块特殊的磁铁和普通的磁铁到底有什么区别。顺便呢，我们再给它加个温，做个实验来看一下。就是因为这种你看这儿还有一个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把这个给它拆开。像这个特殊的磁铁它这个特殊功能，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，用它可以制作一个给工具加磁和消磁的一个小工具，其实呢非常的好用。我们把它给拆开，你看一下这个特殊的磁铁它的不一样之处，把里边的弹簧拿掉，然后呢接着把这个壳拆掉，这块磁铁呢它就在这个壳里面。像这种普通的电饭锅里面都有这种磁缸，它这个磁性呢非常的特殊。好，我们把它拆出来以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呢再把这块磁铁给它拿下来，就这块薄薄的小磁铁，我们找个螺丝刀来测试一下，你看轻轻的一吸就上去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可以吸上去的。然后呢再找个普通的磁铁也把它吸在这边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呢给它加个热，来看一下这2种磁铁它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首先呢，先把这个大号的防风打火机给它打着 ，OK。接下来呢，开始加热看一下这个普通的磁铁加热完，它这个磁性消失以后，这个温度恢复正常以后，它这个磁性还能不能恢复？然后再和这个特殊的磁铁做个对比。现在那个特殊磁铁已经磁性消失掉下去了，就差这个普通的磁铁了。好，普通磁铁也掉下去了。给它先冷却完以后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特殊的磁铁。你先看一下，你看还是有磁性的，是不是？轻轻一吸就上去了，和原来的磁性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再看一下这一块普通的磁铁，你看放不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吸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没磁性了。磁性已经消失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块磁铁非常神奇，是不是？磁性也跟着一块恢复了。这个呢就是电饭锅它里面一块特殊的磁铁，用它呢可以制作一个给一些工具加磁和消磁，非常好用这个方法。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呢，说出来我们共同一起学习交流一下。像这些18650锂电池没有这样的专用充电器，怎么给它充电呢？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解决充电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充电头大家都有是吧？用它就可以解决给18650锂电池充电。然后呢，像这些手机上拆下来的这些旧电池也可以用它来给它充电。但是呢，如果直接用它来充是充不了的，因为这个手机充电头它的输出电压是5伏，而这些电池呢，它的最高耐压值一般都是 4.3 伏或者是 4.4 伏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块电池，看到没有？上面明确标注充电限制电压在 4.35 伏，而这个呢是 4.4 伏，所以说是不能直接充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
非常好用的方法，只需要呢给它改动一下就可以解决充电的问题。首先，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解决充电的方法。我们先找2条线，然后呢都是接2个夹子，接上夹子以后呢，等会儿我们充电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。然后分别在这2条线上面接一块磁铁，接磁铁的作用呢也是为了充电的时候更加好操作。2条线上面各自接一块磁铁，接好以后把上面这个螺丝拧紧，然后我们把这条红色的线把它吸在电池的正极上面，这条黑色的线吸在电池的负极上面，就这样就制作好了。我们用这2端就可以给它充电。家里面有这种老式的万能充的朋友们，70后、80后对这个东西非常的熟悉，是吧？以前呢都是经常使用它，每天呢都用好几次，是吧？我们用这种万能充就可以给它来充电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能充，它的输出电压在4.2伏，所以呢用它给18650锂电池充电还是非常好用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万能充把它插在电源上面，然后呢我们把这2个夹子随便夹上就行，不分正负极。好，夹上以后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闪了，是吧？闪的就说明啊已经可以给它充电了。这是第一种方法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我没有这个万能充怎么办？给大家再分享一下，用手机充电头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用手机充电头不能直接给它充电，因为它的输出电压太高，它是5伏的，高出了0.7伏，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它改动一下。改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啊。首先我们先找到这个电池的正极，然后先把这个磁铁我们先给它这条线先拆下来，在这儿呢先接一条短的这种线，接好以后我们放到这儿备用。然后呢找一个报废的电路板，电路板上面呢都有这种小的元件，拆下来一个，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每个上面呢这一端都是有一个白杠的，我们把这个白杠这端接在这个夹子这一端，就需要这一个元件就可以搞定，给它充电了。我们把它给接上，然后呢这边这一端接在这个磁铁的这条线上面，我们把线给它都接好。接好以后我们看一下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红色的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，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呢就可以用手机充电头给它充电了。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手机充电头插在插排上面，然后呢在家里还需要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，把小头的那部分给它剪掉，只留里边的一条黑色和红色的这2条线。我们分别这个红色的夹在这个红色的上面，然后黑色的夹在这条黑色的线上面。夹上好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插在手机这个充电头上面，这样呢就可以给18650锂电池充电了。像手机上的这些电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的情况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